300年了。朱刚烈，朱刚烈，你可知罪？知罪？我知什么罪？清风岭800村民一夜之间尽数被杀，你敢说不是你干的？800村民？你怎么不问那800人为什么体内都炼着童男童女的心头血？杨戬，你查过吧？你查过那800人的底细，对不对？你发现清风岭山脚下那口井里埋着300具童男童女的尸骨，你发现他们每个月圆之夜都会用活人的心头血炼制一种红色的丹药，然后通过土地庙送到……你住口！你不敢让我说下去，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查到最后，查到的那个人你惹不起，整个天庭都惹不起。娘娘，那猪八戒在斩仙台上在胡言乱语，污蔑天庭清誉，老臣请旨，速速将其处决，以正视听。急什么？让他说。他说的越多，想杀他的人就越多。到那时候，杀他的就不是我们，而是所有人。让他说，说到所有人都恨他，再杀，这样就没人会追问清风岭的事了。哼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取经圆满，你是净坛使者，虽不受重视，却安稳。你为什么要屠了清风岭？你为什么要撕开这层皮？因为我捉够了！杨戬，你知道净坛使者是干什么的吗？你知道这300年我都在做什么吗？蟠桃会诸神吃剩的残羹散膳，我负责处理。那些蟠桃核，那些仙酒残渣，那些被咬了一口就丢掉的仙果，我像个奴才一样跪在地上一口一口吃掉。你以为那是恩赐？不，那是羞辱！我是天蓬元帅，统领天河10万水边的天蓬元帅。我朱刚烈会稀罕吃你们剩下的东西。但以前师父在，猴哥在，沙师弟也在，我可以继续装傻，继续笑，继续当他们嘴里的那个呆子，因为我不想连累人。猴哥说过，只要他在，天塌下来他顶着。我信了。但现在呢？师父圆寂了，沙师弟战死了，猴哥被你们关在五行山下。哦，不对，你们对外说的是闭关修行，对吧？骗谁呢？你们怕他，怕他有一天打上灵山，把你们的遮羞布全扯下来。所以你们趁他虚弱的时候，用五行山把他压住，用的还是500年前那套。够了！够了！这才刚刚开始，你们这些神仙做起手下杀人无数，拍拍屁股走人。文殊的狮子吃了狮驼国1国百姓，如来罚他思凡3日。太乙的9头狮子吃了9世取经人，反被夸护法有功。而我朱刚烈，我屠了800个用童男童女炼人丹的畜生，你们就要杀我，这就是你们的天道！呀！我朱刚烈，天罡36变，9齿钉耙在此！
老伙计，你也在等我发疯，对不对？悟能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吗？老东西，你终于肯现身了。我以为你忙着磨我师父的遗骨，没空管我呢。来啊，看是你先度化我，还是我先掀了你！悟能，你杀孽太重，已入魔道，放下钉耙，随我回灵山，面壁思过千年。千年之后，你仍是净坛使者。净坛使者，就是那个给你们神仙擦屁股的活儿，就是那个跪在地上吃你们剩饭的活儿。悟能，莫要执迷。我执迷？老东西，我问你，金蝉子呢？我师父金蝉子，他第10世转世，到底是去取经，还是被你们练成了？住口！猪八戒，你不要再胡言乱语了。你查过了，你查到了金蝉子的真相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不敢让我继续说下去，因为你知道，如果说出来，整个灵山、半个天庭都要塌。别说了，杨戬，你还记得你妹妹杨禅吗？你还记得她为什么被压在华山底下吗？因为她嫁了一个凡人。天庭说她犯了天条，但你知道，真正的原因是那个凡人的祖上曾经写文章骂过王母。你闭嘴！我不闭！300年了，我什么都看在眼里。你们这些神仙，嘴上说天道至公，实际上呢，谁的坐骑杀了人，谁就偷偷把人捞回去；谁犯了错，就推一个替死鬼出来。孙悟空500年前大闹天宫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你们骗他说弼马温是最大的官。那件事你们后来改了吗？没有，你们只是换了个方式骗人。取经是骗局，功德是骗局，就连……冥顽不灵。天罡36变，伐天象地！菩萨，那猪八戒……不必多言。天罡36变，你一直在藏拙。不然呢？你们以为
我真的只会36变中的小把戏，什么变石头、变树、变女人，那些都是我演给你们看的。当年在天庭当天蓬元帅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在天上，谁露出真本事，谁就死得快。所以我装傻，所以我藏拙，所以我把天罡36变练到了极致，却从来不让人知道。我本来以为我可以装一辈子，但你们不该动我师父的遗骨。朱刚烈，你可知你在做什么？与整个灵山为敌，与整个天庭为敌，天上地下将无你容身之地。容身之地，我朱刚烈天蓬元帅统领天河10万水兵的时候，你们说我没有容身之地。我跟着师父西天取经14年，风餐露宿，打了多少妖怪，救了多少凡人。你们说我没有容身之地，我当了300年的净坛使者，跪在地上吃你们剩下的饭菜。你们说我没有容身之地，现在我不过是杀了800个用人命炼丹的畜生，你们就说我是魔，要杀我。那好，既然天上地下没有我朱刚烈的容身之地，那我就自己打一个出来。300年了，俺老孙等了300年了，你终于肯掀桌子了。老伙计，去吧，那个呆子需要你。猴哥，你把自己的修为都封进了金箍棒里，
空，你以为送一根棍子过来就能救他？朱刚烈，你的罪灵山审定，天罡36变也好，发天象地也罢，今日你必死。那就来！杨戬，你还欠俺老孙一条命。三星洞里，俺老孙留了东西，去找。哼！呀！你是个汉子，俺老孙不杀汉子，俺老孙不杀汉子。杨戬，帮那个呆子，作为交换，俺老孙告诉你，你妹妹杨禅被压在华山底下的真正原因。哥哥，不要恨天庭，不要恨任何人。这是我自己选的，但你要记住，沉香长大以后，不要告诉他他的父亲是谁，不要告诉他他的父亲是被谁害死的，让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平平安安的活着。这是妹妹最后求你的事。哮天犬，传我令，调灌江口3000草头神，封锁南天门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主人，这……我说了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在你杀猪八戒之前，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我妹妹杨禅被压在华山底下2000年，你说她犯了天条，私配凡人，好，我认了。但我要问你，那个凡人，那个让我妹妹怀孕之后就被灭口的凡人，他到底是普通的凡人，还是金蝉子的第10世转世？你查到了？杨戬，你逾矩了。你的对手是我。你不回答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我妹妹的男人是金蝉子，我妹妹的儿子沉香是金蝉子的儿子。你们把金蝉子炼成人丹，把他的转世之身一个个灭口，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知道金蝉子有后人。而你们镇压孙悟空，不是因为大闹天宫，是因为他也查到了这件事。杨戬，你疯了！
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。我在说，你们灵山和天庭一直在骗我们所有人。杨戬，你终于……别说话，你现在要做的是闭嘴，等我想办法。想办法！杨戬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那番话像极了谁？像天庭那些当了3000年官的老油条。哎，说不得，说不得，说了要出大事的。你一个人改变不了的，何必搭上性命？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兄弟，我知道你是对的，但上面有上面的考量。咱们做臣子的要懂得进退。够了，够了吗？杨戬，我问你，你听调不听宣，威风不威风？3界谁不知道二郎先生真君有性格有骨气？我跟天庭那帮庸才同流合污，可你告诉我，这3000年你除了不跪着上朝，跟那些跪着的神仙有什么区别？他们跪的是玉帝的龙椅，你跪的是我不跪这个人设，有什么区别？都是跪，都是给自己找个舒服的姿势跪着。你听调不听宣，好大的牌面！可天庭叫你，你来不来？你来！王母让你当司法天神，你当不当？你当！如来让你镇压妖猴，你去不去？你去！你不过是换了个姿势跪着，人家跪在地上，你跪在云上；人家磕头的时候挺直腰杆，你磕头的时候告诉自己我是被逼的。结果呢，该磕的头一个没少磕，该办的事一件没少办。杨戬，你就是天庭养的最成功的龟孙儿。被戳中痛处了，杨戬，你妹妹杨禅被压在华山底下2000年，你救了吗？你没有。你告诉自己天条如此，我无能为力。你告诉自己，等我当上司法天神，我就有权利救他了。结果呢？你当了3000年司法天神，你妹妹还在华山底下。你亲手把你外甥沉香压在山下的时候，你告诉自己，我是为了保护他。保护什么？保护他被天庭灭口，还是保护你自己的位置？我让你闭嘴！杨戬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不起你吗？你很能打，3界能打过你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。但你明明能打，你明明能改变，你偏偏选择跪着。你跪了3000年，跪出什么了？你妹妹还在华山底下，你外甥沉香被你亲手压在山下。你的关江口3000草头神跟着你混了3000年，连个正式编制都没有。而你呢？你是司法天神，你是二郎先生真君，你是听调不听宣的孤臣，好大的名头！可你知道吗？在我眼里，你比那些跪着磕头的神仙更可怜，因为他们至少知道自己跪着，而你觉得自己站着。其实你跪得比谁都深。你说完了？说完了。说完了就闭嘴。你刚才说的那些，我都知道。我知道我跪了3000年，我知道我什么都没改变，我知道我是天庭的龟孙儿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明明知道，却还要继续跪？因为我在等一个机会。
什么机会？等一个能把天捅破的人。孙悟空是那个人，但他太冲动，还没准备好就动手，所以被压在了五行山下。金蝉子是那个人，但他太慈悲，选择了用自己的命去布局，所以被炼成了人丹。而你是第三个。我跪了3000年，就是在等日等我站起来的人。你觉得我是龟孙？没错，我是龟孙，但龟孙也有龟孙的用处。我跪了3000年，至少学会了一件事：怎么在跪着的时候把刀藏在身后。现在刀该出鞘了。杨戬，你他妈早说啊！你们会后悔的。不后悔。闹够了没有？房母，你终于舍得从你的丹炉里出来了。朱刚烈，本宫给你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清风岭的事到此为止。你回灵山面壁500年，500年后你还是净坛使者。杨戬，你擅离职守，私通妖邪，罚俸3000年，收回司法天神之位，回灌江口思过。至于孙悟空，他擅自放出金箍棒，五行山封印松动，罪加一等。念在他过去有功，加刑500年。加刑500年，房母，你知不知道猴哥在五行山下已经压了300年了？你知不知道那300年里他身上的毛都掉光了？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机会，本质上就是让我们闭嘴。清风岭的事你们想抹平，金蝉子的事你们想掩盖，猴哥查到的东西你们想用加刑来封口。你以为我们傻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手里那颗蟠桃是用什么炼的？蟠桃会上的蟠桃，3000年一开花，3000年一结果，3000年一成熟。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蟠桃树需要用人血浇灌？为什么每年的蟠桃会总有那么几个小仙闭关下凡渡劫，从此消失不见？为什么每次蟠桃会之后，瑶池的丹炉就要烧上7期49天？因为蟠桃根本就不是桃子，它是人丹的外壳，里面包着的是金蝉子以骨磨成的粉，混合了800个童男童女的心头血，再用小仙的魂魄做药引炼出来的。吃一颗蟠桃，增寿3000年。但每一颗蟠桃的背后，都是一条人命。王母，我说的对吗？你说的不错，蟠桃确实是这么炼的。那又怎样？神仙也是会死，没有蟠桃，没有金丹，3界的神仙都会老、会死、会消散。到时候谁来管理3界？谁来维持天道？你以为天道是什么？天道就是秩序，秩序就需要力量来维持，而力量需要代价。你屠了清风岭，杀了800个村民，但那800人每一个都是被逼的，童男童女是被逼的，村民也是被逼的。你以为他们想炼人丹？不，他们不炼，天庭就断了他们村子的雨水，3年大旱，全村都得死。所以他们是帮凶，也是受害者。那你就更该死，因为是你逼的。朱刚烈，本宫给你脸了是吧？
你以为天罡36变很了不起？你以为法天象地能对抗灵山？本宫告诉你，你会的这些都是我们教的。天罡36变是太上老君创的，9齿钉耙是太上老君练的，就连你的天蓬元帅之位也是我们给的。我们能给你，就能收回。不，老伙计，你不可以离开我！杨戬，太上老君的封印，我有办法解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把钉耙当年炼成之后，事先送到灌江口，有我父亲杨天佑开的光。我父亲虽然是凡人，但他有一双能看穿一切法宝弱点的眼睛。钉耙上的封印，他当年就看出了破绽，留了一手。王母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你凭什么跟本宫谈条件？凭这个。这是猪八戒在清风岭找到的人丹交易记录，300年，47个村子，63000条人命，每一笔交易都记录了谁收了人丹，谁炼了人丹，谁批准了人丹。这些名字里，有你们瑶池的宫女，有兜率宫的童子，有灵山的罗汉，有如来佛祖的亲笔批文。这份记录我已经复制了300份，藏在3界各处。如果我今天走不出南天门，300份记录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每一个凡人的村子里，每一座仙山的洞府里，每一个妖怪的巢穴里。到那时候，3界都会知道，所谓的天庭，所谓的天道，不过是吃人的把戏。哼，杨戬，你比你妹妹聪明，但聪明人通常死得最快。杨戬，你的条件本宫可以考虑，但你得先证明你有跟本宫谈判的资格。杀了猪八戒，本宫就跟你谈；否则，你们俩谁都别想活着离开天界。信我。朱刚烈，你还有什么遗言？杨戬，你以为杀了我，王母就会放过你，你妹妹就会出来？你太天真了！遗言说完了。说完了，动手吧。南天门的禁制，每隔36个呼吸就会有一个微弱的波动，那个波动的间隙只有0.01个呼吸，够你使出天罡36变中的纵地金光。哮天犬已经去叫灌江口的3000草头神了，他们马上就会从外面攻击南天门。到时候，王母必须分心维持禁制，
南天门就会出现破绽。36呼吸，我只有一次机会，对吗？对。你呢？你刚才把证据拿出来的时候，就已经跟王母撕破脸了。我走了，你留下来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杨戬，一起走。不行，两个人目标太大，而且我需要留下来拖住王母。怎么拖？用这个。你刚才说复制了300份，骗他的，只有这1份，但这份是真的。只要这份在我手里，王母就不敢杀我。但如果他发现只有1份，那就不要让他发现。杨戬，你竟敢骗本宫！现在，杨戬，欠你的，我朱刚烈一定还。王母，猪八戒已经跑了，你的人丹交易记录还在我手里。现在，我们可以谈谈了吗？杨戬，你比你爹强，你爹只会写文章骂我，而你敢跟我谈条件？好，本宫给你一个机会，说你的条件。第一，废除人丹炼制；第二，释放孙悟空；第三，让我见杨禅。主人，3000草头神都没了。看好他。主人，你去哪儿？告诉我真相，金蝉子到底是什么？大渊之眼到底是什么？我妹妹到底为什么被压在华山底下？小袁，哎，新鲜的包子！这个老板，哎，新鲜的蔬菜。这个好嘞，给您包起来。沉香，杨禅私配凡人，押入华山。沉香体内有金蝉子的种子，王母要的不是惩罚杨禅，是要沉香体内的种子。所以，沉香是金蝉子的孩子。去3星洞，菩提祖师留了东西，能救沉香，也能救3界。这是什么？菩提祖师留下的，里面记录了金蝉子的真正计划。金蝉子要打开大渊之眼，阻止他。大渊之眼是什么？这是大渊之眼的本体，它在地心深处，兜率宫的丹炉正下方，就是它的封印主阵。五行山下也有一个封印，但不是主封印，
那是泄压阀。泄压阀？对。猴哥，你怎么？俺老孙的分身一直藏在三星洞里，大元之眼的力量太强了，主封印承受不住，所以每隔一段时间，多余的力量就会通过地脉输送到五行山下。俺老孙被压在那里，不是惩罚，是用俺老孙的身体吸收那些多余的力量。你是说，你被压了300年，是在第3界接住大元之眼的力量？对，俺老孙是电池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说了又怎样？你能救俺老孙出去？俺老孙出去了，那些力量谁来接？你吗？啊？呆子，俺老孙知道你想救俺，但有些事不是掀桌子就能解决的。五行山的封印是唯一能让3界暂时安全的方法。那金箍棒呢？你把金箍棒送过来，封印不是松了吗？松了，但没破。俺老孙算过了，金箍棒离开3天，封印还能撑。3天之内你要找到办法，否则怎样？否则俺老孙就得用自己的身体把那个泄压阀堵上。你会死？死不了，但会比死更难受。所以我们只有3天，3天之内，要么找到关上门的方法，要么找到替代人丹的能量来源，否则……天快亮了。呆子，你知道俺老孙为什么来找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俺老孙想告诉你，金蝉子说的话，别全信。金蝉子说了什么？他说你是他的种子，说你没有自己的意志，说你只是他的一部分。那些都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俺老孙见过真正的种子，金蝉子的种子，在沉香体内。沉香没有自己的意志，它只是一个容器。但你不是，你有自己的愤怒，自己的选择，自己的兄弟。你不是任何人的棋子。猴哥，你到底是谁？金蝉子说你是天外陨石和种子融合而成的，什么意思？俺老孙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，俺老孙只记得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块石头从3界之外飞来，砸在花果山上，石头裂开，里面有一颗种子，大元之眼的种子。种子和石头融合了，石头是壳，种子是核，壳保护了种子，让种子没有被3界的力量同化。所以俺老孙既是大元之眼的孩子，又不是，因为俺老孙有壳。那层壳让俺老孙有了自己的意志，不受大渊之眼的控制。所以你是唯一一个自由的。对，所以俺老孙能做你们做不到的事。什么事？替你们扛。金蝉子扛不住，疯了。你扛不住，还有俺老孙。俺老孙的壳能扛住大渊之眼的污染。所以你在五行山下300年不是在坐牢，是在扛。对，俺老孙替3界扛了300年，每天都有大渊之眼的力量从地脉涌来，钻进俺老孙的身体，疼，但死不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又怎样？你来了，只会多一个人疼。我不怕疼。俺老孙怕，俺老孙怕你来了，就再也走不了了。老君传来消息，王母要他去兜率宫，最后一颗人丹，金蝉子以骨炼成的，在他手上，王母要他吃下去。吃了会怎样？吃了，金蝉子的意志就会彻底消散，但老君的污染会加速，他的理智会在3天之内归零。3天，又是3天。对，3天之内，你要么找到办法，要么看着老君疯，要么看着猴哥死，要么看着封印破，3个选择都是死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办？去兜率宫。你疯了！兜率宫是王母的地盘，你去了就是送死。不去也是死。
3天之后，封印破，猴哥死，3界毁，我没时间等了。那我陪你去。不，你还有别的事要做。什么事？去救你外甥。沉香还压在华山底下，如果他体内真有金蝉子的种子，那他就是关键。什么关键？不知道。但金蝉子不会无缘无故把自己的种子放进你妹妹的肚子里，他一定在计划什么。3天之后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会来找你。好，猴哥。如果我回不来，告诉沙师弟，我不是故意不去的。呆子，你一定要回来。老孙分身说的，忘川的第18层地狱下，地藏就在血海最深处。下去，我他妈不会游泳啊！沙师弟，二师兄，是你吗？二师兄，沙师弟，是我，我是二师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战死了吗？战死？二师兄，我没有战死，我是被炼成血海的守门人的。什么？取经圆满之后，我回了流沙河，我以为我可以安安静静地守着那条河，但天庭没有放过我。他们说，流沙河里的冤魂太多，需要有人镇压。他们把我骗到地府，然后他们把我推进了血海，血海里的冤魂吃掉了我的身体，然后又用血海的力量把我的身体重组，就成了你现在看到的样子。我被困在这里300年，二师兄，你不能过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血海深处的东西不是你该看到的。沙师弟，我说了，你不能过去，这是命令，这是地藏王菩萨的命令。任何人不得进入血海深处。地藏王菩萨的命令？他不是在血海深处？二师兄，你真的以为地藏王菩萨在血海深处？沙师弟！沙师弟！沙师弟！天罡36变，碧水诀。
什么？什么鬼东西？3000年了，终于有人来找我了。你是谁？我是金蝉子，我也是唐僧。唐僧是我的第10世转世，他是我最成功的一世，因为他遇到了你们。但他是他，我是我。他选择了慈悲，我选择了真相。什么真相？仿佛远古巨物在苏醒，黑雾干刺鼻甲。大渊之眼，3界的起源。也是3界的中王。3000年前，大渊之眼第一次苏醒，他把力量打碎，化为3600颗种子撒向3界，每一颗种子都会长成一个人，我就是其中一颗。我也是，我是大渊之眼的种子。那金蝉子呢？金蝉子是我的什么？我的本体，我的来源。不，金蝉子是金蝉子，你是你，我们是独立的个体，只是我们的根源相同。都来自那扇门，3600颗种子，3600个人，每一个都有独立的记忆、独立的感情、独立的选择。你不是我的分身，我也不是你的本体，我们只是兄弟。你叫我师父，是因为唐僧是你的师父，唐僧是我的第10世转世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是唐僧的前世，所以你也算是我的徒弟。但你从来不是我的妻子。那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让我以为我是你的分身？因为我想让你替我完成我没做完的事。什么事？打开那扇门。3000年前，我离开那扇门的时候是带着使命的。大渊之眼让我去看看3界，看看它值不值得被保护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时间吃人，看到了法术不容，看到了所谓的天道不过是强者制定的规则。我看到了300年，看到了3000年，看到了3万年，什么都没变。神仙还是高高在上，凡人还是跪着求生，妖怪还是被打杀，所以我疯了。我看到了太多黑暗，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承受黑暗。我的心智被污染了，我开始觉得，只有毁掉这个世界，才能救这个世界。所以我设计了那个计划，打开那扇门，让大渊之眼的力量涌入3界，将一切打碎，然后重塑。但我做不到，因为我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。我毁不掉它，就像我毁不掉自己。所以我选择了另一条路，转世。我把自己打碎，变成11世转世，每一世都活一次，都看一次，都想一次。有没有别的办法？前10世我都失败了，第10世我成了唐僧，第11世就是你认识的那个唐僧。唐僧知道你的计划吗？知道。但他选择了不同的路，他选择了慈悲，选择了在规则内改变，选择了相信你们。他相信你们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办法，所以他宁愿被炼成人丹，也不愿意帮我打开那扇门。无能，我知道我的计划是疯狂的，我知道我不应该让你替我完成，但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的遗骨被炼成人丹，我的意志在消散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和这个世界对话。你不需要成为我，你不需要替我完成任何事，你只需要做一个选择。什么选择？选择相信唐僧，或者选择相信我，选择保护这个世界，或者选择毁掉它，选择成为你自己，或者选择成为他们。
产子，我选择相信唐僧。我相信，这个世界不需要被毁掉，它只是需要被改变。不是用你的方式，不是用天庭的方式，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。我救不了所有人，我改变不了整个三界，但我能救猴哥，能救沙师弟，能救那些还在被吃的凡人，这就够了。再见，金蝉子。好丑！他们是被逼的，不炼丹，村子就断水。他们没得选，我也没得选。但没得选，不代表杀人是对的。我会还的，用我的命还他们的命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我还有更要紧的事，救猴哥，救沙师弟，救那些还在被吃的人。等我做完这些，我会回来。欠你们的，我记着。呆子，你刚才在珠子里的选择，俺老孙都看到了。你一直在偷听。俺老孙的分身能去三界任何地方，当然除了五行山下，本体被压着，分身也去不了太远。那你怎么来的地府？俺老孙的魂魄有一丝留在了这里。当年大闹地府的时候，俺老孙改了生死簿，阎王恨俺老孙，但拿俺老孙没办法，所以他把俺老孙的一丝魂魄锁在了血海里。什么？300年了，俺老孙的一丝魂魄被血海锁了300年，疼，但比本体那边轻多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又怎样？你能救俺老孙出去？不能，你来了只会多一个人疼。我不怕疼。猴哥，你后悔吗？后悔当年大闹天宫，后悔被压在五行山，后悔替三界扛了300年。俺老孙不后悔大闹天宫，俺老孙后悔的是没闹到底。俺老孙不后悔被压五行山，俺老孙后悔的是让那个呆子一个人在外面扛了300年。俺老孙不后悔替三界扛了300年，俺老孙后悔的是扛了这么久，三界还是老样子。但俺老孙不后悔认识你，呆子。不管你是金蝉子的种子，还是大渊之眼的孩子，你永远是俺老孙的兄弟。走，去哪儿？斗绿宫，找老君。然后呢？然后关上门。关不上呢？那就把门里出来的东西打回去。老君，你知道，但你什么都不做。我灵丹的原料断了，
清风岭没了，猪八戒跑了，杨戬反了，我还能做什么？吃下去。这是什么？最后一颗人丹，用金蝉子遗骨的最后一部分炼的。吃完它，金蝉子的意志就会彻底消散，但同时，你左手上的污染会加速，你的理智会在3天之内归零。你知道人丹里有金蝉子的意志？知道，但没得选。为什么没得选？因为人丹的能量是维持封印的唯一来源，没有能量，封印就破，封印破了，3界就毁。所以你在赌在金蝉子的意志完全觉醒之前，找到别的办法。对，找到了吗？金蝉子，他到底想要什么？他想要打开那扇门，他想要大渊之眼的力量涌入3界，将一切打碎，然后重塑。但他做不到，因为他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，所以他选择了另一条路——转世。每一世都活一次，都看一次，都想一次，有没有别的办法？前10世他都失败了，第10世他成了唐僧，第11世就是你们认识的那个唐僧。唐僧知道吗？知道，但他选择了不同的路。他选择了慈悲，选择了在规则内改变，选择了相信别人。所以他宁愿被炼成人丹，也不愿意帮金蝉子打开那扇门。娘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唐僧是对的，也许我们不需要打开那扇门，也不需要用人丹维持封印，也许有第3种选择。什么选择？老君，别吃，我有别的办法。你终于来了，本宫等你很久了。你终于来了，本宫等你很久了。等我？等我杀你？等你想明白，等你明白，本宫做的这一切，不是为了一己私欲，而是为了3界。为了3界，你用人命炼丹，你让神仙吃人肉，你管这就为了3界？那你告诉我，如果没有蟠桃，没有金丹，3界的神仙都会老、会死、会消散，到时候谁来镇压大渊之眼？谁来维持6道轮回？谁来管理3界？让凡人自己管自己。凡人的寿命只有几十年，几十年能做什么？他们连自己的欲望都管不住，你让他们管3界？你知道为什么天庭能存在3000年吗？不是因为神仙比凡人强，而是因为神仙比人活得久，才能看得远，看得远才能做出对的选择。你对的选择就是吃人。如果吃100个人能救1亿个人，那本宫的选择就是对的。你屠了清风岭，杀了800个人，800条人命。你以为你是正义的，你以为你是在替天行道，但你知道，因为你断了人丹的原料，封印松动了，大渊之眼的力量开始渗入3界。就在今天，已经有3个村庄的人被污染，变成了没有理智的怪物。800条人命换来了3个村庄的毁灭。你告诉我，你的正义有什么用？所以我就该跪下来，继续让你们吃人，继续让你们用1条条人命去维持那个该死的封印。对，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。不是，老君。娘娘，3000年了，我用3000年的时间想找到另一种方法，我失败了3000次。但就在刚才，就在朱刚烈说我有别的办法的时候，我想起来了。
想起了什么？金蝉子留下的另一个计划。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是金蝉子3000年前塞进我丹炉里的。我一直以为它是废纸，但刚才我读懂了。大渊之眼不是封印的裂痕，它是门，门可以被打开，也可以被关上，但关上的方法不是用人丹维持，而是用钥匙。钥匙是什么？钥匙是你。我？你不是金蝉子的种子，你是金蝉子留给自己的最后一条路。你是唯一一个可以关上那扇门的人，因为你的天罡36变不是太上老君创的。那是谁创的？大渊之眼。你说什么？天罡36变不是道家的功法，它是大渊之眼的力量，是你前世从门里带出来的。我的前世？你不是天蓬元帅，你不是朱刚烈，你不是金蝉子的种子，你是大渊之眼的一部分。封印要破了。来不及了，封印已经撑不住了。你是对的。我就是钥匙。朱刚烈，猴哥，如果我回不来，告诉沙师弟，我不是故意不回去的。你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的来源。3000年前，我把自己打碎，化为3600颗种子，撒向3界。金蝉子是其中一颗，你也是。我不是金蝉子的分身。不是，你们是独立的个体，只是你们的根源是我。那金蝉子为什么要骗我？因为他疯了。3000年前他离开这里的时候是带着使命的，替我看看3界值不值得保护。但他看到了太多黑暗，他的心智被污染了。污染？对，他看到了真相，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承受真相，所以他疯了。他以为打开这扇门，让3界毁灭后重生才是唯一的出路。但你是不同的，你看到了同样的黑暗，但你选择了不同的路。什么路？在金蝉子的记忆里，你300年装傻，跪着吃剩饭，被人嘲笑，但你从来没有想过毁掉什么，你只是想保护你能保护的人。那不是因为我傻吗？不是因为你心里有东西撑着。金蝉子心里没有那个东西，所以他疯了。你心里有，所以你还能站着。什么东西？兄弟。3000年前，金蝉子站在这里的时候，我问过他同样的问题：你心里有什么撑着？他说：真相。但真相撑不了太久，真相看多了就会变成绝望。绝望看多了，就会变成疯狂。所以你问他之后，他疯了。对，但你的答案不一样。你心里撑着的是兄弟，
孙悟空、沙僧、唐僧、杨戬，这些人在你心里比真相更重要，所以你扛得住。我扛得住，是因为他们也在扛。猴哥在五行山下扛了300年，沙师弟在血海里扛了300年，杨戬在天庭跪了3000年，他们比我扛得更久，所以他们也在等你，等你去救他们。怎么救？回去，带着我的力量，但不是为了打开这扇门，是为了关上它。代价呢？代价是，你会成为新的门，你会永远沉睡在这里，用自己的存在维持封印。但我还能出去吗？他怕死，他不怕死，他怕的是永远醒不来。金蝉子怕孤独，他怕一个人永远睡在黑暗里，没有人记得他，没有人等他。你不怕吗？我怕，但我更怕的是，他们死，猴哥在五行山下等我，沙师弟在血海里等我，杨戬在外面等我，他们等了我300年，不是为了看我站在这里游远，他们等我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会找到办法。如果唯一的办法是我永远沉睡，那我就沉睡。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帮我照顾好他们。好。你果然是我，3000年前我也是这么选的。我选择了沉睡，保护3界。3000年后，你选择了同样的路。我把一切都给你，我的力量，我的记忆，我的孤独。老伙计，你也在等我，对不对？老君，封印要怎么关？你带回了什么？答案，关门的答案。周光烈，你在消失。我知道。那你停下！不能停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老君说的是代价，不是办法。有区别吗？猴哥，你知道吗？在门后面，我看到了那个巨人，他长着我的脸。他说他是我的来源。他说他这么做，是因为他想保护3界。但他太强大了，强大到只要他睁开眼睛，3界就会崩塌，所以他只能把自己关在门后，永远沉睡。他睡了3000年，3000年里，他的力量在流失。那些流失的力量，变成了人丹的原料，变成了神仙的寿命，变成了3界的秩序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整个3界都是在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他在门后沉睡了3年，用自己的身体喂养3界，而3界的神仙一边吃着他的肉，一边骂他是邪神、妖魔、不可名状的存在。他不在乎，他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情：3界别毁掉。他说他把我送出去，
不是为了让我成为他的棋子，是为了让我替他看看三界值不值得他继续沉睡。我告诉他，值得。因为三界有孙悟空，有杨戬，有沙僧，有唐僧，有那些虽然弱小但拼命想活下去的凡人，有那些虽然腐败但偶尔也会心软的神仙。这个世界不完美，但它值得被保护。所以我要关上这扇门，不是为了天庭，不是为了灵山，不是为了任何人，是为了让门后的那个我可以继续沉睡，是为了让三界不用再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老君，钉耙还你了。你别说话，听我说。告诉猴哥，我不是故意不回去的。告诉沙师弟，他在血海里的苦，我看到了，我会想办法救他。告诉唐僧，不对，师父已经没了。告诉唐僧，他的徒弟猪八戒没有给他丢脸。污染还在，只是从泄露变成了共存。我还会疯，但不会那么快了，也许能再撑3000年。3000年后呢？3000年后，也许他已经找到办法了。他答应过我，在我找到办法之前别死，所以我得活着。呆子，你他妈不是说好了一起掀桌子吗？呆子，等我！二师兄，谢谢你。沙师弟，帮我照顾好猴哥。哎，你的分身还能撑多久一天之后，俺老孙的分身就彻底散了。那你本体那边呢？还在扛，金箍棒不在，封印松了，俺老孙得用自己的身体赌那个泄压法，疼但死不了。这是什么？人丹交易的全部记录，300年，47个村子，63000条人命，每一个名字，每一笔交易都在上面。你要俺老孙怎么做？交给杨戬，让他把真相告诉所有人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怕天庭找你算账，怕王母杀你。3000年了。我杀了多少人，害了多少命，我记不清了，我早就该死了。但朱刚连一个300岁的孩子用命告诉我，有些事不该做就是不该做，所以我不怕。我要留在这里，守着这个封印，守着那个孩子。守多久？守到他想出办法回来，或者守到三界不需要封印的那一天。再等一等，等我把真相告诉所有人，我就来救你。哥哥，我不怪你。
兄弟们，你们的仇我记着。等我做完该做的事，我就来陪你们。呆子，俺老孙要走了，俺老孙不会让你一个人扛太久的。等俺老孙找到办法，就来接你。再等一等。孩子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见，但我想告诉你，金蝉子错了，唐僧也错了，王母也错了。他们都以为只有一种选择，要么打开门，要么用人丹维持封印。但你找到了第三种选择，你把自己变成了门，这不是牺牲，这是守护。你听见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在这里陪着你，等你回来。杨戬，内有令，交出人丹交易记录，随我等回天庭受审，否则怎样？否则格杀勿论。你们知道吗？3000年前，我跪在天庭的台阶上，求王母放过我妹妹。她让我跪了1整天，然后说：“杨戬，你跪得太难看了。”所以我站了起来。我以为站起来就能改变什么，但我没有，我只是换了个姿势跪着。今天我不跪了，你们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，但人丹交易记录我不会交。杨戬，你疯了！也许吧，但猪八戒教会我一件事，有些事不该做就是不该做，哪怕所有人都说没得选，你也要选。选什么？选对的。3000草头山，你们的仇我报了一点点，剩下的等我回来再报。女娲娘娘，求你告诉我，怎么才能关上那扇门？怎么才能救沉香？怎么才能让三晋不再吃人？去找孙悟空，他知道答案。好。孙悟空，我知道你能听见，告诉我，怎么才能关上那扇门？关不上。什么？那扇门关不上。大渊之眼不是封印，它是三界的根源，你关不上根源。那猪八戒，他没有关门，他把自己变成了门，他在门后沉睡，用自己的存在吸收大渊之眼的力量。他不是在关上门，他是在堵住缺口。那他还能回来吗？能。怎么回来？找到金蝉子的遗骨，金蝉子的遗骨里有他所有的记忆和力量。如果能把他带进门后，交给猪八戒，他就能吸收金蝉子的力量，变得更强大，强大到可以自由进出那扇门。金蝉子的遗骨，不是被炼成人丹了吗？最后一颗人丹，老君没有吃，他摔碎了，但金蝉子的遗骨没有完全消散。它变成了3600颗光点，散落在三界各处。你要我收集3600颗光点？对。好。孙悟空，等我回来。俺老孙等你。谢谢你，沙师弟。孙悟空，还差一颗，最后一颗在哪里？在你身上。你妹妹杨禅体内有一颗种子，
那颗种子就是金蝉子的最后一颗光点，它在沉香体内，沉香是你的外甥，他的血就是最后一颗光点。你要我取沉香的血？对。他会死？不会，金蝉子的光点不是沉香的命点，沉香会失去金蝉子的力量，但他会活下来，他会变成一个普通的凡人。孙悟空，你恨我吗？恨我当年抓你，恨我压你在五行山？俺老孙不恨你，俺老孙恨的是那个让好人不得不做坏事的世道。但现在，那个世道要变了，因为猪八戒。妹妹，我来救你了。老君，可以开始了吗？你去吧，只有你能进去，因为你是司法天神，你的天眼能看穿门后的黑暗。猪八戒，我来了。猪八戒，我来了。杨戬，你来了。我带了金蝉子的遗骨。师父。杨戬，谢谢你。你能出去了吗？还不能。但我能说话了，能听见了，能想了，能等猴哥来找我。他会来的，我知道。杨戬，出去之后帮我做件事。什么事？告诉所有人，我不是死了，我只是在睡觉，睡醒了就回来。好。舅舅，猪八戒真的会回来吗？会，他会回来的。什么时候？不知道，但我会等。你们也会等吗？会。娘娘，杨戬以及其2000余颗金蝉子遗骨，兜率宫的老君在帮他。老君帮的不是杨戬，是猪八戒。那猪八戒已化为封印，不足为惧。不足为惧？他把自己变成门的那一刻，三界所有被吃过的人，所有被炼成丹的魂，都成了他的眼睛。他在门后看着我们，那一刻，孙悟空的分身已经散了，他的本体在五行山下，用自己的身体赌泄压阀，但他撑不了太久。娘娘的意思是，封印虽已被猪八戒稳住了，但泄压阀还在。大渊之眼的力量还在通过地脉涌向五行山，孙悟空的身体最多再撑30日。传我旨意：第一，杨戬私通妖邪，盗取金蝉子遗骨，即日起削去司法天神之位，3界通缉。取其首级者，封显圣真君，赐蟠桃3颗。第二，兜率宫老君擅毁人丹，私放要犯，即日起封闭兜率宫，丹炉全部熄火，老君本人押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第三，华山杨禅教子无方，纵容沉香助纣为虐，加刑3000年。沉香就地格杀。娘娘，沉香是杨禅的。我知道他是谁的儿子，正因为他是金蝉子的血脉，才更不能留。金蝉子的遗骨已经集齐大半，如果让沉香的血融入遗骨，金蝉子的意志就会完整复活，
到那时候，门后的猪八戒就不再是封印，他会变成金蝉子打开那扇门的钥匙。臣领旨。舅舅，宝莲灯的另一半火焰，我感应到了。在哪里？在五行山下。宝莲灯，女娲所炼，灯火分阴阳，阳火在灯中，阴火在五行山下。孙悟空被压在山下300年，他的身体吸收了泄牙法的力量，那些力量里，有一部分是女娲补天时留下的。宝莲灯的阴火被孙悟空的身体吸收了。要想点燃完整的宝莲灯，必须去五行山。不行，五行山有天庭重兵把守，王母真要杀你，你这是送死。娘，爹金蝉子他把我留在你肚子里，不是让我躲一辈子的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我知道，如果我现在躲起来，他的遗骨就永远记不起，三界就永远要吃人。沉香，五行山，我替你去。舅舅，你娘等了2000年，不是为了让你去送死的。我是司法天神，3000年，我跪够了。这次，我站着去。小天犬，你留下，保护婵儿和沉香。老伙计，听话。婵儿，哥哥，如果我回不来，告诉沉香，他的父亲金蝉子不是疯子，他只是看到了太多，承受不住。但他最后的选择，是把希望留给了你们。外层和中层可以破，但最内层的金箍棒是侯兄自己插下去的。侯哥，我来接你了。杨戬，侯哥，别进来，王母在等你，这是陷阱。在那儿！杨戬，娘娘有旨，你私通妖邪，盗取遗骨，罪无可赦。念你昔日有功，若束手就擒，可免一死。杨戬，你清醒一点，猪八戒已经没了，孙悟空也撑不了30日，你一个人能改变什么？能改变什么？3000年前，我跪在天庭的台阶上，求王母放过我妹妹。我以为跪下就能换来什么，结果我什么都没换来。今天我不跪了，我要让3界知道，吃人的天道不叫天道，叫畜生！你疯了！奉天承运，王母诏曰：杨戬大逆不道，罪无可赦。今以周天星斗之力，削其神级，散其修为。
杨戬，何必呢？太白，你还记得3000年前我刚上天庭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什么吗？你说天庭不是讲对错的地方，天庭是讲规矩的地方。你跪下，按规矩来，总有一天能熬出头。我跪了3000年，熬出头了吗？没有。我妹妹还在华山底下，我外甥差点被炼成人丹，我的朋友猪八戒把自己变成了一扇门，我的另一个朋友孙悟空在山底下第3界扛了300年，我跪了3000年，换来的就是这些。太白，我不想再跪了，你动手吧。走！我说走！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太白，我老了。3000年前，我看着你跪在天庭的台阶上，什么都没说；2000年前，我看着杨禅被押进华山，什么都没说；300年前，我看着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，什么都没说。我以为这就是规矩，这就是天道。但猪八戒说的对，有些事不该做，就是不该做。走，去找沉香，点燃宝莲灯，救出孙悟空和猪八戒。那你，我这把老骨头活得够久了。告诉猪八戒，太白金星欠他的。3000年前，他当天蓬元帅的时候，请我喝过一顿酒，那顿酒钱我一直没还。太白金星，你疯了吗？放走杨戬，王母皇后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知道，走吧，回天庭向娘娘请罪。老君，娘娘有旨，封闭兜率宫，押你入天牢。金鸾，你跟着娘娘多久了？3000年。3000年。那你应该知道3000年前兜率宫是什么样子。3000年前，兜率宫没有丹炉，我只炼金丹，不炼人丹。蟠桃是蟠桃，不是人丹的外壳。神仙修炼靠的是吞吐日月精华，不是吃人。后来大元之眼苏醒了，封印需要能量。王母找到我说：“老君，用你的丹炉炼人丹。”我说不，他说那3界就一起死，所以我炼了第1炉人丹。用的是100个死囚的魂魄。我告诉自己，他们是死囚，本就该死。我是在废物利用，后来死囚不够了，就用战死的天兵。后来天兵不够了，就用犯了天条的小仙。后来小仙不够了，就用凡人的童男童女。每一次突破底线，我都告诉自己，这是最后一次。3000年，最后一次说了3000遍。老君，这些话你留到天牢去说，我只是奉命。金鸾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留在兜率宫吗？因为猪八戒。对，因为那个孩子，他把自己变成门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。他看着我说：“老君，在我找到办法之前别死。”所以我不能去天牢。天牢里没有丹炉，没有封印，没有他，我会疯的。我已经在疯了。每天每夜，大元之眼的力量都在侵蚀我的心智。我靠什么撑住？靠这个。他在里面，我在外面。我答应过他，要等他出来，
青鸾，退下！青鸾，退下！太白，你不是在五行山？我放了杨戬，娘娘打了我30巴掌，削了我的仙籍。从现在起，我不是太白金星了，我是李长庚，一个3000年没做过一次自己的老东西。青鸾，你是娘娘的侍女，你见过瑶池底下埋着什么吗？我见过。3000年来，所有被炼成人丹的魂魄，他们的怨念都被娘娘镇压在瑶池底下。3600个魂魄，每一个都在喊冤，每一个都在尖叫。瑶池的水为什么是粉色的？因为那是血染的。我今天放了杨戬，不是因为我不怕死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，活着当奴才，不如死了当人。老君，李长庚有一事相求。说，头绿宫有3600个丹炉，每一个丹炉里都残留着人丹的灰烬。那些人丹是用无数条人命炼成的，现在封印稳住了，不再需要人丹了。请老君重启丹炉，不是为了炼人丹，是为了超度那些冤魂。3600炉，每一炉超度100个冤魂。我要把3界所有被人丹害死的魂魄全部超度，让他们的怨念不再被王母当作维持封印的燃料，让他们安息。李长庚，你终于活明白了。娘娘那里，我会说，兜绿宫已经封闭，老君不知所踪。谢谢。萧天，舅舅，五行山有重兵把守，王母早就布好了陷阱，等我自投罗网。那怎么办？宝莲灯的阴火在孙悟空体内，不去五行山怎么点燃？有一个人可以帮你。谁？沙僧，他在血海，血海连接着地府和3界所有的水域。五行山下有一条暗河，那条暗河直通血海。舅舅的意思是，从血海进入五行山，绕过周天星斗大阵和金刚伏魔圈。沙僧是血海的守门人，他能带你找到那条暗河。可是沙僧，他不是被困在血海吗？他被困在那里，是因为他在等他的兄弟去找他。猪八戒去过了，给了他希望，你去，给他一个出来的理由。我去。沉香，地府血海那是死人去的地方，你不能去。娘，舅舅说的对，爹把我留在你肚子里，不是让我躲一辈子的。娘，等我回来。你一定要回来。舅舅，我怎么去地府？这是通幽，能让你魂魄出窍进入地府。肉身留在这里，我替你守着。记住，你只有12个时辰，12个时辰之内必须回来，否则你的肉身会死，你就永远留在那边了。生魂，活人的魂魄来地府做什么？我要去血海。
找沙僧。血海在忘川河底，18层地狱之下，活人的魂魄下去就上不来了。我知道。知道还缺？啊！宝莲灯，女娲的东西。你是杨禅的儿子？是。你爹是谁？金蝉子。金蝉子的儿子，那个疯子的儿子。喝了它，孟婆汤能保护你的魂魄不被血海侵蚀。12个时辰之内回来，我替你解了；回不来，你就永远留在血海里了。下去，走到最底，你会看到一扇门，门后就是血海。告诉沙悟净，孟婆欠他的汤，他还没喝。用灯，宝莲灯是女娲补天时炼成的，天都能补，一扇门打不开，用心火。你是谁？沉香，杨禅的儿子。杨禅，杨戬的妹妹。是。杨戬是我舅舅。你来找我做什么？宝莲灯只有一半火焰，另一半在五行山下，被孙悟空的身体吸收了。我要去五行山取回阴火，点燃完整的宝莲灯。五行山有重兵把守，舅舅进不去。但他说，五行山下有一条暗河，直通血海。你能带我找到那条暗河？杨戬让你来的。是。他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吗？我在这里是为地藏王菩萨守门。血海最深处有一扇门，门后是大渊之眼的一部分，它的根。当年金蝉子打开大渊之眼的时候，大渊之眼的力量顺着地脉渗透到了地府。地藏王菩萨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那扇门。那菩萨呢？菩萨在门后3000年了，我在这里替他守门，不让任何人进去，也不让任何东西出来。那你为什么能离开，带我去五行山？因为猪八戒来过了，他让我看到了希望。他告诉我，封印可以被关上，但不是用菩萨的方式。菩萨选择堵门，猪八戒选择变成门。猪八戒在门后沉睡，他的力量每天都在变强，我能感应到的。他在等有人去五行山把孙悟空救出来。等孙悟空出来之后，他们俩一起把菩萨也救出来。救菩萨？对，猪八戒说过，三界不需要永远堵门的人，三界需要的是一个不再需要门的世界。走吧，我带你去找那条暗河。
这就是暗河的入口，它连接着三界所有的水域：天河、忘川、四海、五湖，以及五行山下的地下暗河。从这里下去，你会被水流冲到五行山下的暗河中，但这条路上有一个东西在守着。什么东西？大渊之眼的根深处的污染，当年菩萨渡门的时候，有一部分污染已经渗入了地脉，这些污染在暗河中凝聚成了实体，一条污染之蛇，它守护着通往五行山的路，不让任何人通过。怎么打败它？打不败。它是污染，没有实体，你的攻击会穿过它，但它能污染你的魂魄。唯一的办法是，这是猪八戒留在血海的力量。他变成门之后，大渊之眼的力量就不再是纯粹的污染了，里面有了他的意志。这颗珠子能暂时屏蔽污染之蛇的感知，让你通过。沙师叔，你不跟我一起去吗？我要守在这里，守住这扇门。菩萨在里面，猪八戒在更深处。我不能让任何东西从门里出来，也不能让任何人进去打扰他们。沉香，你是金蝉子的儿子，你体内流着他的血，也流着他的疯狂。但疯狂不是坏事，有时候只有疯子才敢做正常人不敢做的事。什么事？相信一个装傻300年的猪，相信一个被压300年的猴子，相信一个跪了3000年的杨戬，相信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孩子。去吧，12个时辰之内必须回来，否则孟婆汤的药力一过，你的魂魄就会被血海吞噬。
来取阴火，我要点燃宝莲灯，救三界，救舅舅，救我娘，救……金蝉子的儿子，嘿嘿嘿，你爹欠俺老孙一顿酒，你替他还吗？还。宝莲灯为守护而燃，灯在，人在，灯灭，人还在。大圣，大圣！俺老孙太累了，让俺老孙睡一会儿。可是，去找八戒，他能修好俺老孙。告诉他，俺老孙等他，等了300年，不差这一会儿。大圣，等我，我一定把猪八戒带出来。拿到了，拿到了，但宝莲灯我留给大圣了，他的伤太重，需要灯的力量修复。你把女娲的至宝留给了一只猴子，他不是猴子，他是齐天大圣，是三界扛了300年的人。哼，金蝉子的儿子果然也是疯子。我不是疯子，我只是知道，有些东西比法宝重要，大圣的命比宝莲灯重要，猪八戒的命比宝莲灯重要，我娘的命、舅舅的命、你的命，都比一盏灯重要。这是我在暗河里想明白的。爹当年之所以疯，不是因为看到了太多黑暗，是因为他看到了黑暗之后，觉得只有毁掉一切才能拯救一切。但不是这样的，那是怎样？一个人扛不住就2个人扛，2个人扛不住就4个人扛，4个人扛不住就让所有人一起扛。这是猪八戒留给你的，不是留给我的。他在等你，等你去门后找的。二师兄，沙师叔，舅舅说，猪八戒把自己变成门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告诉沙师弟，我不是故意不回去的。他当然不是故意的，那个呆子从来都不是故意的。他装傻300年，不是故意要一个人扛；他闯斩仙台，不是故意要先捉的。他只是每次都抢在别人前面，把最难的事做了。这次轮不到他一个人扛了。沉香，回去告诉你舅舅，告诉他，沙悟净、卷帘大将、金身罗汉、血海看守者。
到了？拿到了阴火，点燃了完整的宝莲灯，但灯我留给大圣了，他的伤太重，沙僧守在血海，污染之蛇的无数面容。宝莲灯超度冤魂，化为金色光点，孙悟空在茧中沉睡。你把女娲的至宝留给了一只猴子。舅舅，你怎么和沙师叔说一样的话？因为我们经历的年头都太长了，年头久了会把一些东西看得太重了。你还年轻，才会把别的看得那么重要。沙僧说的对，这次轮不到猪八戒一个人扛了。婵儿，我要去一趟兜率宫。兜率宫，老君不是太白金星放了老君，他们在兜率宫超度冤魂。宝莲灯在五行山，猪八戒在门后，沙僧去找地藏王了，孙悟空在沉睡。三界最强的几股力量都聚齐了。聚齐了要做什么？你知道女娲当年为什么要炼宝莲灯吗？不是为了打仗，是为了补天。天塌了，他用灯照着，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补。现在三界的天又塌了，猪八戒变成门，撑住了最大那块。孙悟空用身体渡西阿伐，撑了300年。老君超度冤魂，沙僧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补天，只有我还在外面站着。我跪了3000年，什么都没补。现在我要去兜率宫找老君，问他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怎么进那扇门？猪八戒能进去，金蝉子能进去，地藏王能进去，凭什么我不能？杨戬，老君，我要进那扇门。你确定？确定。猪八戒能变成门，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完全属于三界的存在，他是大元之眼的一部分。金蝉子能进去，也是同样的原因。地藏王能进去，是因为他早已斩断轮回。你呢，杨戬？你是三界的司法天神，你的根在三界，进去了，你的根就断了，你会变成门后世界的一部分，再也回不来。沉香都能把宝莲灯留给一只猴子，我还舍不得一个司法天神的位置。你们这些年轻人，一个比一个疯。这可不是人丹，是3000年前我炼的第1炉金丹里的最后一颗。吃了它，你的魂魄会暂时脱离三界的因果。12个时辰之内，你能自由出入那扇门。12个时辰之后，药力消退，你必须回来，否则你就会永远困在门后。12个时辰，够了。猪八戒，我来找你了。八戒，杨戬，你来了。我来了。沉香把宝莲灯留给了猴哥，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宝莲灯是守护之灯，他守护谁，就会出现在谁面前。沉香把他留给猴哥，是守护猴哥，但猴哥心里最想守护的是俺老猪，所以灯来找俺了。猴哥在沉睡，但他的心没睡，他的心让宝莲灯来门后找俺，用灯的力量帮俺修复身体。这盏灯是沉香守护猴哥的心，是猴哥守护俺的心。灯在，就说明他们在等俺，等着俺回去。所以，俺不能一直睡下去了，俺要想办法出去。
怎么出去？沙师弟来找地藏王菩萨了。300年前，菩萨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大圆之眼的根。300年后，沙师弟去替菩萨了。悟净，你不该来的。菩萨，我替您守了300年门，今天我来替您扛了。你扛不住，扛不住也要扛。猪八戒能变成门，孙悟空能扛300年，杨戬能跪3000年，我沙悟净卷帘大将，金身罗汉，扛不住也要扛。悟净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答应过二师兄，帮他照顾好猴哥。猴哥还在外面，二师兄还在门后，我不能让他们等太久。沙师弟把菩萨踢出来了，菩萨正在来这里的路上。等菩萨到了，俺的力量就够强了，强到可以自由进出这扇门。你能出去了？俺不能完全出去，俺的身体已经和门融合了，永远分不开。但俺可以放假。放假？对，每月15，门的力量最弱，俺可以把一部分力量凝聚成实体，出门待1天，天亮出门，天黑回来。够俺和猴哥喝一顿酒了。八戒，外面有很多人在等你。太白金星放了老君，被王母消了仙籍，沉香把宝莲灯留给了猴哥。老君在兜率宫超度冤魂，沙僧替了地藏王菩萨的位置，所有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补贴。杨戬，告诉他们，俺老猪没给他们丢脸。你自己告诉他们，每月15你有1天时间，第1个15你见谁？猴哥，第1个15见猴哥。猴哥在沉睡，但他的心没睡。呆子，你拿了俺老孙的灯，俺老孙记下了。等你出来，俺老孙要灌你3坛酒，喝不完不许走。300年了，俺老孙扛了300年，现在该你们扛了。
呆子，众妙之门。老君，超度完了，36000个冤魂全部安息。老君，杨戬进去多久了？11个时辰。还有1个时辰。他会回来的。他不是金蝉子，他不会把自己困在门后。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猪八戒让我带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告诉所有人，他没给他们丢脸。这个呆子。来。青鸾，娘娘，传旨。娘娘，传旨：第一，撤销对杨戬的通缉，恢复司法天神之位；第二，从即日起，蟠桃会停办，瑶池丹炉全部熄火，人丹炼制用尽；第三，传书灵山，告诉如来，本宫要见他。娘娘，您，我错了吗？3000年，我用人命维持封印，保住了三界。我以为这就是对的选择，但猪八戒一个300岁的孩子，告诉我还有一种选择，不是吃人，不是毁掉三界，是自己扛。我扛了3000年，用的是别人的命；他扛了15天，用的是自己的命。我输了。娘娘，我去传旨。对不起。娘娘，3000年了，你第一次来灵山。本宫来谈条件。猪八戒变成了门，孙悟空在恢复，沙悟净替了地藏王，杨戬进了门又出来，三界最强的几股力量全部聚齐了。他们下一步就是把猪八戒从门后带出来。你怕了？本宫怕的不是他们，是门后那个东西，大渊之眼的本体，那个害怕孤独的婴儿。猪八戒正在用宝莲灯的力量安抚他，一旦安抚成功，门就会彻底关闭，封印不再需要能量维持，三界的神仙不再需要吃人。这不是好事吗？你用尽人丹，不就是等这一天？本宫尽人丹，是因为猪八戒证明了有第3条路，但如果那条路走不通呢？如果他安抚失败，大渊之眼彻底苏醒，三界连吃人维持封印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所以你来谈条件，你要一个保险。本宫要你出手，不是阻止他们，是在他们失败的时候兜住三界。金蝉子的第11世转世，唐僧的遗骨还在你手里，交出来，那不是人丹的原料，是钥匙。唐僧选择了被炼成人丹，不是因为认命，是因为他知道，只有把自己变成人丹的一部分，他的意志才能进入大渊之眼的污染。他要在门后
等猪八戒。你们都说金蝉子疯了，但他的第11世唐僧从来没有疯，他只是选了一条比疯狂更难的路，在黑暗中等待。来了。八戒，杨戬，把我拉住！再出来一点！什么东西？不想让俺走，他怕孤单。俺不走，俺只是伸一只手出去，让他们知道俺还在。你怕俺也像金蝉子一样，出去了就不回来？八戒，你……杨戬，告诉猴哥，俺老猪不是不出去，是不想一个人出来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不想一个人出来？那个婴儿大元之眼的本体，3000年来，他把自己关在门后，不是因为邪恶，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存在会毁掉三界，所以把自己锁起来。但锁了3000年，他也孤单了3000年。金蝉子进去过，出来之后疯了；地藏王进去过，用身体堵住了另一扇门。只有猪八戒进去之后，没有疯，没有堵，没有逃，他留下来陪他了。那他为什么还要伸手出来？因为他也孤单，他想让外面的人知道他还在，但他又不想让门里的那个婴儿觉得被抛弃，所以伸一只手让你看到，然后收回去。他需要一个能同时存在于门内和门外的人。金蝉子的第11世，你终于醒了。我去，我能同时存在于门内和门外，因为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既不属于生，也不属于死。金蝉子的第11世，你被炼成人丹300年，意志始终不散，在等什么？等他。娘娘，贫僧有一事相求，请娘娘打开华山，放杨禅出来。凭什么？凭贫僧能同时存在于门内和门外。贫僧入门前，会把自己的一半留在门外，那一半可以替你承受大渊之眼的污染。娘娘永禁人丹，是因为不想再吃人，但封印还需要能量。贫僧的一半留在门外，用自己的魂魄充当能量，不杀人，不吃人，不炼人丹，只消耗贫僧自己。你的魂魄能撑多久？
3000年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他是我徒弟。猪八戒，还有孙悟空、沙悟净、小白龙，他们叫我师父，叫了14年。我没有什么能给他们，只有这条命。娘，再等等，舅舅说，快了。娘不急，娘等了2000年，不差这几天。传旨，华山杨禅即日起开市，沉香免罪，杨戬官复原职。长这么大了，娘。禅儿，王母放人了。杨戬，你妹妹出来了，俺老朱这趟门没白进。呆子，你什么时候出来？快了，等师父进来陪俺。你把自己的魂魄劈成了2半。不是劈，是分享。金蝉子当年把自己分成11世转世，每一世都带着一部分大渊之眼的力量。我是第11世，300年的人丹生涯让我学会了怎么让污染穿过自己而不被侵蚀。就像孙悟空用身体当泄压阀，他扛的是污染的力量，我扛的是污染的意志。有什么区别？力量能杀死人，意志能让人疯。金蝉子疯了，因为他一个人扛了全部的意志。我不疯，因为我只扛一半，另一半留在这里。这一半留在门外，会替你兜率宫的超度之火提供能量，会替你天庭的封印提供燃料。不吃人，不炼人丹，只消耗我自己。3000年。3000年后呢？3000年后，我徒弟早就想出办法了。杨戬，在。告诉悟空，师父没给他丢脸。师父，悟能，300年不见，你瘦了。师父，你才瘦了，你都变成半透明的了。半透明才好，半透明才能同时在这里陪你，又在外面等悟空。我的一半留在门外，那半身会化作雕像，替你守门。悟空醒来的时候会看到我的雕像，他会知道师父在等他。沙悟净替了地藏王的位置，也会看到我的雕像，他会知道师父也在等他。那你呢？你这一半
这一半留在这里，陪你。悟空，师父在等你。猴哥醒了，不只是醒了，他在破风。镇压！快镇压！300年，俺老孙用自己的身体当泄压阀，扛了300年。大元之眼的力量每天都从俺老孙体内流过，疼，但死不了。你们知道那些流过俺老孙体内的力量最后去哪儿了吗？被俺老孙吸收了。呆子，等我！俺老孙来了！娘娘，孙悟空他不用拦，他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们的敌人。他扛了300年，是替3界扛的。现在他醒了，该去他真正想去的地方了。师父，俺老孙来晚了。猴哥，你他妈终于醒了！呆子，俺老孙来接你了。老君，俺老孙进去之后，怎么把呆子带出来？带不出来。猪八戒的身体已经和门结合了，永远分不开。但他可以放假。每月15，门的力量最弱时，他可以凝聚一部分力量化为实体，出门待1天。唐僧入门前说过，他的一半在里面陪八戒，另一半在门外化作雕像。这座雕像不仅是能量源，也是锚。锚？对，雕像在门外，唐僧在门内。两者之间的连接就是八戒每月15出来的通道。雕像越稳固，八戒出来的时间就越长。现在他每月能出来1天，如果雕像的力量增强，能增强到多久？也许永远。怎么增强？需要3界众生的愿力，不是求神拜佛的愿力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希望。希望猪八戒回来。当年取经圆满，3界众生感念你们的功德，那种愿力让唐僧成佛。现在需要同样的愿力，但这一次不是给佛，是给一只猪。猪伯伯，我爹在门后陪你，
你在门后陪我爹，你们都要回来。二师兄，我在这里替你守根，你在那里替三界守门。咱们兄弟俩，一个守根，一个守门。等你出来那天，我请你喝酒。大王，您去接二爷，我们在这里等您，等了500年，不差这几天。他们说你是妖怪，说你吃了那么多人，最后自己变成了门，替三界扛着。我一个老太婆，不懂什么大道理，但我知道能替别人扛的人不是妖怪。猪八戒，回来吧，回来看看。那些被你救下的孩子都长大了。愿力在汇聚。呆子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师父，他们在叫喊。听到了，我也听到了。3000年，我练了3000年丹，从来没见过这种火。这是什么火？不是火，是希望。三界众生对一个人的希望。当年取经圆满，如来的佛光普照三界，那是上对下的赐福。现在这光是下对上的呼唤。老君，俺老孙什么时候进去？等愿力汇聚到顶点，那时候封印洞口会完全打开，不是作为大云之眼的裂痕，是作为猪八戒的门。那时候你进去，不会惊动门后那个婴儿，因为愿力会告诉他，你不是来带走猪八戒的，你是来接他放假的。他想要一个人告诉他，你不是怪物。3000年前，他苏醒的时候，知道自己只要睁开眼睛，三界就会崩塌。你看到了？我看到了。300年的人丹生涯，让我学会了怎么在黑暗中等。猴哥，把他带出来，哪怕只有1天。1天怎么够？俺老孙要带他出来过一辈子。猴哥，你长高了。是你变小了，呆子。疼吗？不疼，比被你揪耳朵轻多了。俺老孙来接你放假。放多久？一辈子。